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你去该去的城市，见你该见的人。或许还会有突发的事件推着你们的关系往前走，只有亲身经历过，再回头看，或许才能看懂这是天道的布局和用意。倘若有一日，有人意味深长地告诉你，人一生的宿命早已在无形中被注定，无论如何挣扎，也改变不了命运的轨迹，唯有竭尽所能，顺应天命，方为最佳抉择。你会愿意相信这个观点吗？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3位在量子信息科学取得重大贡献的科学家，他们运用相对科学的方法向我们证实，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冥冥之中被规划好了。人的命运确实存在，但是人的命运是不可窥探的，因为当你窥探清楚的那一刻，它立刻坍缩在你面前。因此，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我们的命运。一旦你被你知道了，命运就坍缩了，这就是天机不可泄露。所以算命这件事的意义并不是太大，但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天命，而且都是被注定好的。人生就像是一盘录好的录像带，只不过没办法快进。生命就是各安其位，各按其时的，该出现的东西到了时间一定会出现。不同的人生结局就像是平行宇宙一样，我们某个岔路口可能就拐进去另一个结局了。所以每一个开始和结局都是同步发生的，每一个开始都对于一个结局。人生就是不断地掉进一个个开始和结局里，我们当前的人生只是无数个结局的一种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自己当下的选择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对应一个结局。这样看来，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。人生既可以随时改变，又都是注定好的，看起来非常矛盾，但又非常符合世界的基本原理，那就是辩证关系，也很符合量子世界的法则，既死又活，既此又彼，既是又非。最令人兴奋的是，有了全新的发现。我们虽然不能靠窥探命运来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靠当下的选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岔路口，都通向了另一个结局。选择什么呢？对外是选择做事方式，对内是选择自己的态度。这不就是《了凡四训》里教我们改命的2种方式吗？第一是积德，第二是改过。这2件事都是在改变我们的心念。所谓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心念一转，天地可以互换，乾坤可以倒转。《西游记》里唐僧西天取经的路程是一共108000里，孙悟空一个跟头也是108000里。为什么那么巧呢？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我们离灵山虽然很遥远，但是如果你能转念，瞬间即可抵达。如果你无法改变心念，就需要108000里，9981难，历尽千辛万苦，遭受千刀万剐才可抵达。一念起万法生，一念灭万缘尽，
一念就是开端，一念就是一生，不起念即可跳出轮回。再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，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物质。我们都知道，物质是原子构成的，原子是原子核和电子构成。如果原子有操场那么大，里面的原子核仅有乒乓球那么大，然后有电子围绕它做高速运转，这就是原子的模型。它内部几乎是空的。那么物质是怎么产生的呢？电子围绕原子核做高速运动，从而发出一束束能量。这种能量被我们的触觉感受到了，就成了所谓是物质。物质只不过是能量的表现形式。换句话说，凡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六尘境界全是虚妄的，都是粒子高速运动产生的能量而已。运动产生能量，能量成为物质。要想改变物质，只需改变粒子的运动轨迹。人的意识也是一种震动，起心动念那一刻，你的意识已经调动无数量子在震动，它们会产生统一的能量，然后作用于现实世界。弥勒菩萨讲，一旦只有32亿百千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时。这一弹指有32亿百千，百千是10万，312亿百千就是320万亿。这么多的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，这就叫做念念成形。所谓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，就是指人心念的力量。所以行皆有时，这大千世界都是我们无数个起念形成的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信念一转，世界皆变。人有善念，也有恶念。你起心动念那一刻，物质世界就被决定了，很多结果就注定了。这就是因果。所以初心很重要，初心决定了终点。也因此，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的心念开始。灵山不在远方，灵山只在心头。只要你能改变自己的心念，遥远的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很多高人都会告诉你，只要你改念就可以改变命运。那为什么你的念改了，命运剧本还是没有变化？因为你的习气没有改。好的命运剧本你是守不住的，虽然有几天的变化，但是很快又回到了之前的念中，也就是你又回到了之前的人生轨迹当中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之前的世界观，因为我将从微观量子的角度来与你探讨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。01念是量子态的，如果我们把量子看成是组成物质念头心理的基本单元，那么无数个认知念头就由无数个量子组成，这其中每一个认知念头都是由其他更为细小的记忆念头组成，而大多数细小的念头我们根本无法察觉。人在1秒钟内会升起无量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会投射到现实世界，形成现实世界的物质场景。大的念头投影成你所感知到的场景，无法察觉的细小念头投影成了细胞分子，最为细小的念头投影成了质子、电子的基本粒子。这些最为细小的念头
没有任何形象。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能量波，这种波是组成念头的基本单元，是创造一切的基本能量，又叫做心力。每个人观察到的世界就在自己心中，也在别人心中，就像一个共同的梦。所以这些基本单元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叫做量子。它们既是波，又是组成物质场景的基本单元，也就是物理学所说的波粒二象性。那什么是量子坍塌呢？玩家的一生并不是连续的，而是每个当下都是生灭的。打个比方，人生就像一场动画片，它是个影像，而这个影像是由每一帧的静止画面组成。每个当下都是重新坍塌出一个新的自己，每个当下是重新生成的。你的每一个连续的动作都是由一个个静止的画面构成。如果把我们念头的升起比作灯亮，念头熄灭比作灯灭，那这个灯泡在1秒钟内已经闪烁无数次，只是因为频率太快，你感觉不到，所以觉得它是亮的。正如你感觉不到每个当下的坍塌，而当玩家不动念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混沌的，也就是量子物理学中的叠加态薛定谔的猫一样，无数种可能叠加在一起，只要你一动分别念，立刻就坍塌成你所看到的物质世界，你就进入了坍塌的世界。而这个世界并没有过去、未来和现在，因为只要一坍塌，未来的结果就确定显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动了念，就确定一个过去到未来的世界。所以你每动一个念，会产生无量个结果，无量个平行世界。所以说时间并不存在，它只是玩家的觉受。就像你快乐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快，痛苦的时候时间过得慢。玩家因为受这个皮肤和3维空间的限制，看不到未来而已。就像桌子摆的茶杯、笔记本电脑还有茶壶，它们是同时出现在桌子上的，但是当你去仔细观察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只能一个个的去观察？比如先看到杯子，再看到茶壶，最后看到笔记本，是因为你看它们的时候有个顺序，所以才产生了时间的概念。实际上它们是同时显现在桌子上的。02平行宇宙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玩家升到4维，时间就不会存在。就是说，当下玩家动的每一个念就坍塌成一个完整的平行世界。所以有无量个平行宇宙的存在，你可能因为转念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，但是因为你背后的业力习气又把玩家拉回了这个宇宙，所以习气不变，结果就不会改变。因为人这个频道有着很多相同的业力，所以每个玩家看到的世界，因为业力的相同就会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共业的游戏世界。所以当观察量子时，量子就会受到意识的影响，坍缩成意识想要观察到的场景。这就是观察者效应。观察者即创造者，所有人的念头都在用着同一个世界的量子。我与你与它与万物的区别，只是同一片量子念头生出的假象。如果放下对这些假象的执着，
回归到基本的量子念头，你会发现一切都是一个整体。量子念头拆分下去就是空，而这个整体量子世界的存在源自于虚空的第一次波动，叫做一念无明。所以我们普通玩家如果每天都在向上，向善的方向上，就是在不断的切换画面，不断在时空穿越，玩家的人生就有无量种可能，就看我们怎么选择。所以人生就是每个念的变现，不确定即是最大的确定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无常。一念一当下，再念在当下，两个当下间即产生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称三际。在三际中间把心念放在当下一念，没有妄想插入，即能做断三际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心智在念与念的缝隙里，不去前不引后，使当下一念孤立起来，而当你每一念都能孤立起来，那么每一念都历历孤明。这种历历孤明的用功境界，就是没有任何杂念，使心不分散，从而凝聚在一念上，也叫至心一处。当下一念历历孤明，照体独立，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越长，内观功夫就越纯熟。万念归于一念，用功夫一定要在微细处关照自己的心念，心态每一分钟都不要空过，每一炷香都不要空过，这就是降伏其心。因此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是穷困潦倒，是障碍重重，是身无立锥之地，都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你的心念，只要你的心念改正了，那么感召的都是正能量，假以时日，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。古圣贤说，心变则命变，心变了，命就变了。印光法师说过一个偈字，心好命又好，富贵直到老。心好命不好，或转为福报，命好心不好，福转为祸兆。心命俱不好，短命且贫夭。现代物理学有一个最伟大的发现，那就是物质就是能量。这也是爱因斯坦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。他向我们揭示，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所形成，不管是玉石、铁矿、木头、草木，你、我、他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心念情绪，都是由能量所形成。在佛家经典《心经》也提到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并非真实存在，肉眼看到的只是一种幻象，还有超越眼睛所看到的更本质的存在。说得更明白一点，我们看到房屋、墙壁、身体都不是真实的，它们只是能量的划线。由于电子的移动速度非常快，以致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，把这些微粒的组合和波动认为它们是一个实体。物理学家研究了300年，想找出物质的本质。当他们探索得愈深，就愈感到迷惑。他们简直无法相信。在量子纠缠里说，
一个粒子可以存在于宇宙中的任何一个位置，当你看它的时候，它就定位在你的眼前。物质的本质并非物质，而是心念。你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由固体物质所构成，而这些固体物质可以分解成分子和原子，但根据量子物理学，每一个原子的内部有 99.99% 是空的，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梭在这些空间中的次原子，其实是一束束震动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并不是随便任意震动，震动其实就是携带讯息，整个讯息场会把讯息传送到宇宙量子场，创造物质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实相。爱丁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即说，我们总是认为物质是东西，但现在它不是东西了。现在物质比起东西而言更像是念头。念头，没错，物质是来自念头，是来自我们的思想。如果不是先有飞机的念头，科技是无法创造出飞机的。如果不是先有写这本书的念头，这本书也不会呈现在你的眼前。如果你剖析一张画，你会发现它是由画布和一些颜料所组成，但一幅画之所以变成美丽的图画，并非来自画布和颜料等物质的总和，它是来自绘者，是来自绘图者的念头。如果没有那个想法，也就不可能有那幅画。把一块方糖放在瓦斯上燃烧，只会产生火光、热和油腻的炭块。可是如果把它吃进肚子，却能创造出许多事物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思想。思想把糖所提供的能量变成了梵谷的名画，台北的101大楼，肖邦的波兰舞曲和米尔顿的叙事诗《失乐园》，这些都是思想的结果。思想创造物质，这本书的写作也是来自思想，也是来自一个念头。至于对于你有什么影响，也要看你的思想。你生活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来自思想，以及你思想所创造的结果。你的肉体，骨头与肌肉可被还原为 70% 的水分以及没有多大价值的化学物质，然而你的思想却使你成为你。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意念都负荷着不可思议的能量，这些能量会透过各种形式实践自己。你的思想会创造出疾病，也能治好疾病。你的思想能让你陷入痛苦，也能让你离苦得乐。思想创造出善与恶，美与丑，成功与失败，富有与贫穷，天堂与地狱。你生命经验的种种，通通都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。所谓一念一世界，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。我们外在所看到的一切，正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呈现。英国诗人米尔顿在《失乐园》有句名言：心事居其位，只在一念间，天堂变地狱，地狱变天堂。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念头，你的任何起心动念都可能改变整个世界。现代物理学家说，在微小的原子里存有巨大的能量。原子是这么的小，小到连显微镜都看不到。它只是一个推论，但它却改变了整个世界。
日本长崎、广岛就是被原子能量所摧毁的。正如同原子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，你的思想能量也是一样。相似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能量，形成类似的能量团。当这些类似的团在宇宙中彼此穿梭、碰触，慢慢地聚合在一起，也就形成了物质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。这即是思想形成物质的原理。每一个思想，即使只是小小的念头，也会变成一个东西，而每一样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想法，也只是来自一个小小的念头。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因善小而不为。不要轻忽你的恶念，说我只是无聊乱想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火花，也可能烧掉整座森林。不要小看你的善念，说那只是一件小事，不算什么。即使是小水滴，最后都可以注满整个大池子。人们为善为恶，都在一念之间，变好变坏，其实就在一个小小的念头上。佛陀深知意念的影响力，所以提醒大家说，不要忽视小恶。火花尽管再小，都会烧掉像山那么高的干草堆。不要忽视小善，以为它们没有什么用。即使是小水滴，最后都可以注满大容器。生活是由小事所组成的，没什么大事，但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了大事。单单一个小小的善念，也许看起来没什么，但光是那个念头即是大大的福报。单单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也许看起来没什么，但光是那个行动即是大大的善行。有些人喜欢骂人，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他可没想到，听到的都是他自己。骂人的声音就像魔音一样，听得最多的人，伤得也最深。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，经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继夜的聆听、灌输，久而久之，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，早晚会给自己创造厄运的果实。思想具有能量，语言是有声的思想，所以语言具有很强震波。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、不吉祥的话时，常会听到人们说，快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因为当负能量的语言一出，你已经在发出震波。更明白说，你是在吸引同频道的事件上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乌鸦嘴会特别灵验，尤其是愤怒和怨恨时所说的话，那些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，再透过负向的震波，结果往往让人意想不到。你一定也听说过，某些人因为一时气愤，说出了重话，后来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。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急诊室屡见不鲜。比方夫妻吵架，然后妻子气愤地对先生骂道，你去死了，结果先生真的就死了。父亲气呼呼地对孩子叫骂着，有本事你就永远不要回来，结果孩子真的因为一场意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有人或许会问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是真的，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有人告诉你，
说你最近身体的那些异常现象很像是癌症，你会怎么样？也许他也只是说说而已，但他的话对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老吴的真实故事。几个星期来，老吴感到胸部不适，咳嗽，而且有点呼吸困难，吃药也无多大改变，随即住进大医院接受检查，结果诊断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恶性肿瘤，医师预测他只剩下1-2个月的寿命。这个悲惨、可怕、难以接受的坏消息震撼了老吴和他的家人。得到癌症2天后，老吴便开始恶化，他感到非常虚弱，体重迅速下降，他开始无法离床。家人都认为能够度过这个星期已属幸运，没想到医院打来一通电话，一个带着歉意的声音告诉老吴的太太，老吴根本没得到癌症。那个很囧的声音解释说，是医院报告弄混了。获知实情之后，老吴在24小时内立即离床，他的食欲恢复，疼痛也消失，而且行动自如。他的衰弱完全不见，留下的只是刚开始的症状，咳嗽与呼吸困难。你说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就像说我只是放颗炸弹而已一样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言语甚至比真实的情况影响更大。美国思想家文学家埃默森曾经说过，用刀解剖关键性的字，它会流血，足见语言是有生命的，它具备了创造和毁损的能力。诗人安琪洛也谈到过言语的力量，他说，言辞就像小小的能量子弹，射入肉眼所不能见的生命领域。我们虽看不见言辞，它们却成为一种能量，充满在房间、家庭、环境和我们心里。他相信身边的言辞会渗透我们的生命，语言就是发出声音，这声音一天少说也要讲上几百句到几千句，不知不觉的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、心态和命运。有些人喜欢骂人，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他可没想到，听到的都是他自己。骂人的声音就像魔音一样，听得最多的人伤得也最深。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，经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继夜的聆听、灌输，久而久之，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，早晚会给自己创造厄运的果实。所以我们说任何话都要心存善意，而在措辞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。我们谈吐时所用的字眼直接明确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。一般人处理情绪的中心是右脑，语言中心在左脑。当右脑认知一个负面的情绪时，会越过并抵体传递到语言中心，说出相应的字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左脑在接收到负面的字眼时，也会传到右脑，反映相应的情绪。所以你选择用什么字眼来表达就相当的重要。比方，如果有人触怒了你，你可以用困扰或遗憾的字眼来取代气愤或愤怒。想想看，当你改以遗憾2字时，你还会火冒三丈吗？言语是心的画像，
我们应该多以正面肯定的言语来思考和说话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，长期累积的习惯很难一下就改变过来。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做，找一本小笔记本，写下一些美好的字眼。你也可以把这些话语写在一张小卡片，如名片上，摆在皮夹里，每天早上都念它个10来遍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只要遇到机会，就把这些字眼用在交谈中。当你不断重复这些字眼，很快就会把这些意念灌注到潜意识，改变你的思言行，让你也成为这样的人。有道是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一句9月霜。言语看似简单，但影响却相当深远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，可以用言语对别人下咒，也可以用咒语帮助别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所下的每个咒语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因为咒语是发自于你，你就是整个震波的中心，不是吗？每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，在种子里面，你无法看到大树，但只要你播下种子，并持续浇水灌溉，种子自然会把自己所需的东西吸引到身边来，而成长茁壮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改变心念。愿你人生处处是好事，处处是喜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